先走。崔胜文，你这人有点意思呀，干嘛老跟着我？回去转告你们家主子，想从我这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纯属做梦。等等，既然咱们都是军人，切磋一下吧。你也配做军人？说，为什么老跟着二叔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？你不怕死吗？我的教官告诉我，一个军人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不怕死。崔胜伟，其实我们早就看出来你对党国存有二心。既然你不遵从二叔，为什么还纠缠我们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我想干什么，你们管不着。野狼，你当年威风去哪儿了？二叔让我问你，为什么不相信我们？我的教官也教过我，想要成功，就不要相信任何人。你就是为你的贪生怕死找理由，你就是个懦夫！哎，干什么呢？你们俩什么人？为什么打架？关同志，是这样的，他呢欠债不还，还出言不逊，所以是这么回事吗？哎，我不就欠你2块大洋吗？你就动手动脚的，你至于吗你？你是以为我怕你啊2块大洋就不是钱了是吗？别吵了！现在是新社会了啊，都别跟这耍流氓，小心我带你们进局子。我这儿有1块，我先给你，还有1块下个月给你。谢谢公安同志啊！这凶手的作案手法太残忍。走了。是的，爹。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出发了，特来向您告别。好啊，孩子们，你们3个虽然不是一母所生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抗日的战场上能够肝胆相照，就像异母同胞的亲兄弟那样，休戚与共，同仇敌忾，把狂妄野蛮的日本鬼子
赶出我泱泱中华。爹，您这些话都说了好多遍了，我们都记住了。这3把钧瓷是我仿照圣文他爷爷的战利品，特意为你们打造的。当年他爷爷从八国联军的手里缴获了它，并且用它先后杀死了3个入侵中国的恶魔。今天我郑重地把它交给你们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像先人那样英勇杀敌，雄风所在。如果将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，绝不能做俘虏，当用它慨然自尽，以维护我中国人的尊严。怎么样，孩子们？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刻骨铭心，永世不忘。这把钧瓷的出现，说明敌人是在故意试探崔胜文和陆凯之间的关系。陆凯决定将计就计。这张唱片是我41年刚到上海的时候买的，只可惜啊，听的次数太多了，都有些磨损了。回头我去找找。这个时候就别费这种心了。是。对了，跟您汇报一下，包建华那边已经接触上了。你这是什么进度？我再给你最后2天时间，必须拿下。是。曹创和崔胜文那边呢？他们还没有开始排雷，不过很奇怪，昨天埋伏在山上的共军好像撤了。撤了？对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，他们去追查5、6号2连丢失的事情，人手不够，有些措手不及。不要被这种表面现象迷惑。您的意思是？这是我昨天截获的电码，和公安局内线提供的是一致的。据内线消息，公安局经常能收到他发的电文。那发报的地点呢？黑龙山方向。他们自己人给共军发报？他们可能从来都不是自己人。哎呀，有些东西磨损了，就应该把它丢掉。越舍不得越心烦。那我该做些什么？人的事情急不得。第一，不停地试探；第二，耐心等待。只要是内鬼，早晚会露出马脚的。是。哎呀，那姓崔的果然没有来过呀！世明兄啊，昨天你还镇定自若，今天怎么有点不冷静啊？冷静？我昨天就是那么一说，你还真以为我不担心二叔那家伙？那可是个狠主啊！虽说我不求有功，但也求无过呀。万一他把账算在你我头上，还不是得吃不了兜着走？眼看这1天1夜都过去了。那姓崔的连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到时候二叔肯定拿咱们当炮灰呀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干脆咱们让部队先潜水如何？看来你今天真是不冷静，你太小瞧二叔，太小瞧毛局长了。你忘了军统是干什么的？既然你上了这条战船，你就没有退路了。现在要走，那就是临阵脱逃，要受军法处置的。
今天是出门没看黄历啊，真是倒霉透了。做人不成人，做鬼不成鬼哟。二位，起得够早的呀！真是不禁念叨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托您的福啊！我二叔再有福，让你们这么拖下去，早晚会被拖垮的。请二叔明示。军令状明明已经下了，3天时间排雷，到现在还不行动，居心何在啊？排雷之事已经交由我们反攻游击总队全权负责，这才1天你就过来兴师问罪，莫不是对我们不信任，还要时时监督吗？哼，这般所为实在令属下寒心呢。就是，特派员几次三番好言相劝，让我们团结一心，可你们呢，却处处为难我们，处处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，什么意思嘛？你。野狼呢？他身为排雷行动的主力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。二叔过问一下，不为过吧？你们倒是跟我说说看，他人现在到底在哪？消失了1整天，为什么没有人汇报？我们哪知？二叔既然知道他消失了1整天，你对他的行踪如此了如指掌。想必跟踪他也不是1天2天了吧？那他具体在哪儿，还请二叔明示啊，省得我们再白跑一趟。二叔找我。排雷行动10万火急。容不得一丝耽搁。你身为排雷行动的专家，1天1夜音讯全无，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？跟你说啊，那叫对牛弹琴。哎，别啊，你还是说出来比较好，免得我们这些兄弟受牵连，当人家的出气筒。就是。这排雷啊，看似简单，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而且如今是共党的天下，你以为这些东西这么容易得到吗？我这1天，就是去准备这些工具了。哦，准备工具，说的挺好听啊。那城西合计西药房1家5口惨死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去那个西药房干什么呀？难道你不怕你的身份暴露吗？啊？我崔胜文承诺你的事情，拼了命也会做到。可是我崔胜文自己的事情，谁也别想插手1丝1毫。排雷任务迫在眉睫，耽误了进度，咱们谁都担待不起。而且你们也知道，我做事情的时候不喜欢被任何人打扰。曹特派员留下帮我就可以了，这剩下的人，请便吧。好，那我就先看你的表现。收队，是。三弟，刚才他说的合记西药房，大哥，我自有分寸。听大哥一句劝啊，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，但是报仇这种事儿，究竟……大哥，别听他们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老三，你没跟我说实话。你敢保证，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吗？还有2天时间，这个雷区比我之前预想的还要复杂。
陆凯啊，这一次的事情我都听老周跟我说了，想得周到，干得漂亮。这个戏就是得往真了演。厅长，是大家的功劳，才能把这出戏唱得合辙押韵，滴水不漏。但是有个人不得不提，崔胜文。在我确认这把刀后，我就直接去找他了。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和记消防，一家五口。我昨天晚上确实去过和记西药店，但我去的目的是查清楚买药的事情。谁知道有人先我一步，杀人灭口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之前就怀疑过，那家药店可能是麻雀的一个联络站。这回算是老实了。没想到敌人隐藏得那么深，我的错啊。只是可惜了，麻雀刚露了个头，线索就断了。是狐狸就会露出来的，倒是你太不小心了，怎么会把刺刀留在现场呢？要不是我发现，可就麻烦了。这把军刺绝不是我留在现场的。几年前在一次行动中，我就把这把军刺给弄丢了。当时你也在啊，就是我们在夜总会门口与麻雀擦肩而过的那次。对，你确实跟我说过，不仅丢了麻雀，还丢了伯父给你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他。不过现在看来，麻雀算是盯上我了。他们把刺刀留在现场，就是为了嫁祸，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并且同时也在试探我是不是已经向你们投诚，在跟你们合作。敌人不可小觑啊，胜男，你要小心。麻雀和你斗了那么多年，他对你是恨之入骨。二哥，你放心，我们手上的牌足以让麻雀不敢对我痛下杀手。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打草惊蛇，让麻雀尽快的撕掉画皮跳出来。不过得麻烦二哥你利用公安干警大张旗鼓的追查我，这样他就知道我跟你们不在一条船上，我还有利用价值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放心吧。要不是他谨慎有预见性，恐怕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这样也好，你们这次行动一举两得，一方面消除了崔胜文的投共协议，以便他更有条件深入到惊蛰计划的核心，好让他继续追捕那个日本间谍麻雀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另外，你们也保护了崔胜文的家人。这个崔胜文虽然在暗处，但是他的家人在明处。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忽，让他的家人有什么闪失。啊，那个追捕崔胜文的通缉令发下去了吧？发下去了。啊，山上雷区的情况怎么样？崔胜文接到代号二叔的命令，要他在雷区开辟出一条通往武器库大门的小路。为了配合崔胜文的行动，也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们的人在2天前就已经撤下山了。据线报获知，他们已经开始排雷了，而且代号二叔派出了小分队，1天24小时在雷区附近巡逻，一直紧盯着排雷的进度。看来他一定是心想着对仓库中的武器势在必得。我真想不明白了，这个毛人凤到底是怎么想的？800万的军队被我们打得分崩离析、溃不成军，他却在这费这么大劲弄这么一点武器，有什么用呢？还搞什么惊蛰行动？依我看，依旧是瞎子点灯，白费了。陆凯啊，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，但是在战术上，我们一定要重视敌人。反特工作无小事啊！你们625专案组下一步有什么计划？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三弟，你可是排雷专家呀！你猜猜这帮家伙给咱们留下什么好东西？这个区域树木繁茂，到处攀岩。埋反坦克地雷呢，纯属天方夜谭。估计他们也不会那么浪费。埋几个反坦克，就是吓唬人的。那你的意思，他们埋的多是跳雷？估计啊，共产党已经把防步兵雷排得七七八八了。我最担心的，还是一种小心！这帮混蛋，真是防不胜防啊！这帮小日本埋雷很有自己的一套，咱们还是得尽量的手轻脚轻，多留个心眼儿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鬼雷了。不过还好，你恰好没有触及到它的引爆装置，但是恐怕现在你也成了地雷的一部分了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啊！我走哪儿去啊？给你一个人扔这儿？这么说，你有办法？看到那儿了吗？这帮狗日的小日本，一般的鬼雷呢，只要剪断导扳索也就没事了。但是这个鬼雷环环相扣，也有张力释放装置，只要剪断了，咱们俩就两命呜呼了。那就别愣着了，快跑啊！大哥，你冷静点儿，你情绪激动容易引爆地雷的。我只是说不能剪断导扳索，但是没说一定没办法。三弟啊，当年在抗日战场，你救过我很多次，这次我绝不能让你再冒险了，把命再跟我一块儿折在这儿。我可不想跟你一块儿死，你别把什么责任都推给我啊。老三，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湘涵的照顾。难道你现在想听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吗？咱们是生死兄弟。
看来是大哥心眼小了。来，保持这个姿势啊。你要干嘛？一会儿我数1、2、3，数到3，咱们俩就同时往这个方向。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。3。小兔子，你不是排雷专家吗？怎么还让它爆炸了？至少大哥，你这条命还在吧？这么说，这2个人真是胆大命硬，居然让他们活着趟出一条道来。是的，很好，马上通知咱们的人做好准备，一旦弹药库的大门打开，就让毒龙他们抓紧行动，然后马上转移。切记，时间紧迫，不容有差错。是。另外，据内线密报，崔胜文和陆凯好像不是一条船上的。人心隔肚皮，真真假假的事情一时也说不清楚。这样吧，这件事情先放一放，下一步就是要打开鸟笼，让鸟自由。枪再好，没有人扣扳机，它也响不了啊。是。没你们的事儿。花儿，我想死你了。总队，任务要紧，你胆子可真大。你这样跑来见我，就不怕身份暴露了？让二叔知道了，咱们俩可都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就是二叔让我来的。怎么说？他们让我提醒你，时间不多了。这次你有多大把握呀？实在不行，咱们私奔吧，到一个二叔找不到我们的地方。你别傻了，这天下离开二叔，哪还有我们的容身之所？你放心，我都准备好了。这一次，10拿9稳。谢谢啦，辛苦你了。方老师，
真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不碍事。包老师，这家店我不熟，就受累您来点餐吧。您爱吃什么？小同志，哎，点菜。哎，糖醋里脊1份，老醋折头1份，粗盐木耳1碟啊，对了，不管是凉菜还是蘸料，都要放山西宁化府的老陈醋。好嘞。包老师，你今天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？该不是看人家成绩不好，要给我私下开小灶吧？小慧啊，作为老师我得提醒你一下啊，学生，对吧？就要以学业为重，个人问题可以放到以后再说嘛。个人的事情。哦，包老师，您误会了，刚才送我的是我哥哥。啊？是吗？哟，怪不得您这一脸不高兴的，还点了那样一桌子菜，原来您这是吃我醋啊！鬼机灵，人这鬼机灵啊！来，先喝水啊。三弟啊，咱们现在和军火库只有一门之隔了，但是这个门邪门了，要不要用枪啊？我看一眼。怎么样？比我想象的还要棘手。这个门啊，设计得非常精巧，它本身就带有多锁联动装置，而且我怀疑它极有可能是一个联动自爆装置的门锁。只要咱们强行开门，或者是密码输入错误，就会引发爆炸，炸毁整个军火库。也就是说，这道门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。只要他出问题，就会全军覆没。可以这么认为。这个门谁能开得了啊？二叔这道指令实在是难以琢磨。这刀山火海，还得咱哥俩来个九死一生。管他打的是什么算盘，咱们这就回去问问他，没准这密钥就在他手上。我还没有质问你们，你们反倒质问起我来了。野狼，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过分吗？既然我们同为党国办事儿，那凡事自然得问个清楚吧，要不然到时候我们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从来只有胆小的人才会畏首畏尾，想必二位都是大智大勇之人，该不会是因为怕死而没有完成任务吧？你少他妈给我来这套！你不怕死你去啊，我让贤行了吧？老三，对总指挥这么没礼貌，坐下。雷我们已经排干净了，武器库的大门也不是开不了，而是没有密钥。没有密钥，要强行开门，武器库很可能变成一片废墟。这个结果你愿意看到吗？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原因，我只要看到我想看到的结果。
没有密钥你们就破解密钥啊！总之，3天之内必须把武器库里面的武器都给我拿出来。我也明告诉你，3天之内不可能。党国培养你们不是让你们在这跟我说不可能的，而是让你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那党国总应该告诉我们，为什么非要3天之内拿到武器吧？我们也是惊蛰行动的一部分，有权利知道下一步计划。还是说，党国对我们根本就不信任？那我就要亲自问问上峰了。党国就这样对待忠臣的吗？好啊，既然你要跟党国算账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现在就是你的这个好兄弟在毁坏我们的惊蛰行动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你不是一直问我为什么要找到那个日本人吗？因为上峰明确地告诉我，只有山口俊一的身上才有打开军火库大门的密钥。那你早告诉我呀！你早告诉我，我不早去找他了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再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如果打不开军火库的大门，惊蛰行动立刻停止。到时候你们2位就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做孤魂野鬼吧。哦，当然，如果说你们想集体投诚共党，我也不拦着。谁呢？饭菜还不错吧？如果你今天还是不告诉我军火库大门的密码，恐怕你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笑话！你以为我现在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太阳吗？好吧，那我答应你，在你临死之前，我一定让你好好的看一回太阳。很多人呢还舍不得我死哦。你是不是以为你永远不告诉我密码，我就永远也打不开那扇大门啊？请你尊重一下我，我正在吃饭。没关系，边吃边看吧。怎么样？熟悉吧？这2种呢，是你们日本人最常用的门保险装置。看在你吃了我这么多天饭的份上，告诉我是哪一种总可以吧？我猜是这一种。那就肯定是这种了。就是这家。那就把这种留作纪念吧。谢谢你，山口俊一先生。多吃点啊。小慧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，包老师这连裤子还没提上，就翻脸不认人了？宝贝啊，不，小慧，我们怎么？亲爱的包老师，你就乖乖的把春江大桥的设计图交出来。大桥设计图？小慧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刚才不是还叫我宝贝儿吗？你以后可要乖乖的听话。
我听话。小辉啊，念着咱们师生一场，你让我去一趟你少废话，赶紧把图纸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要了你的命！好，我交。小辉啊，念着咱们师生一场，你让我去一趟洗手间。不是，我这个人过于紧张，一紧张就……哎呀，小慧啊，你手里拿着这个呢，我还能耍什么花样吗？我求你了，啊！废物，没用的家伙，煮熟的鸭子都能飞了。属下失职。我再给你1天时间，如果你找不到他，你就……是。混蛋！我实在没想到他那么狡猾，跟我说去趟洗手间，结果人就跑了。图纸呢？方润，看在咱俩好了这么久的份上，你就再给我点时间吧，我一定会拿到图纸的。报告，都已经搜查过了，没有找到图纸。图纸是找不到了，找人吧。科长，这个陆海实在太过分了，他简直就是存心在整我。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？陆凯，这哪是整我们？这还不叫整啊？几天了？你说，整3天了吧？我们把春城都跑遍了，5流花20的影子看都没有看到过，我腿肚子都转筋了。这个陆凯啊，他就是存心的，屁大点事，哎，让我们这么多人去找，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的。刘科长，我觉得你这么说有点过分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5流花20他自己长腿跑了？再说了，陆凯不是都说过吗？5硫化20是制毒的重要成分，绝对不可以轻视。小周，你是不是被陆凯洗脑了？不要那么草木皆兵，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哎，就是一个普通的抢劫倒卖案，没有那么复杂。简单？你拿什么证明它简单？你能负责吗？哎，我这就是推测一下，这怎么证明？怎么负责啊？这个你看，那你说了这么多，不还是不敢吗？不敢，咱们就得继续查。还继续查？哦，光查这个案子，别的案子都不查了。不说别的，625专案的线索我们查不查？查，都得查，哪个都得抓，哪个都不能放。哎，你现在这个腔调啊，跟陆凯简直一模一样的。真的？你也觉得像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去看看。看这个，这全是屌啊！从来没见过这么。今天真是奇怪了，哎，你说这些小鸟怎么会集体自杀啊？难道？我看这个事情我们管不了的，还是找卫生局吧。对，马上通知卫生局。我看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又没这么简单，刚才不是刚说过你吗？不要草木皆兵。哎，你真以为你是陆凯啊？这个东西啊，我见过啊，在我们南方叫擒获乱啊，
不常见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情。我还是通知卫生局，好吧？快走，快走！请进。郑教授，您好。您好，您是公安局的刘科长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好，刚才所里领导跟我通个气儿了，说公安局的同志今天要下来走访，欢迎，欢迎啊！我们呀也是久闻您的大名了，您可是知名的鸟类专家啊。是这样，我们这次啊有一个案子啊，需要咨询您一下，其实是我们打扰您的工作了。您说的太客气了。保卫新中国的革命果实，不光是你们公安战线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呐。虽然我郑某人身在固执队，但是我也想为你们查案尽一点绵薄之力吧。请，来，请坐。好的。郑教授，咱们言归正传，具体情况让我的同事小周来给你说一下。好，教授，你看一下，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病。你没事吧？看你脸色很苍白。没事儿。这种鸟类是咱们郴城地区很常见的鸟啊，民间管它叫川树瓶，其实它的学名呢是叫茶腹虱。教授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这几天调查过。在咱们市里的好几个街区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这种鸟类突然间成群结队的出现，然后发疯似的撞击电线，攻击行人，最终它们都会在玻璃窗或者墙上撞死，尸体成片。哦，我之前也受到过这种鸟类的袭击，所以我们想问一下，这种现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呢？你说的这种现象呢，这个国外专家提出了2种可能原因，一种呢是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，它基本是以定向标来确定它飞行的方向，但是由于地球磁极的细微移动，它就看不准这个定向标，这样就不管前面有没有障碍物，它也仍然按着这种直线向前飞，这种群体自杀的现象就产生了。那另一种呢？哎呀，另一种，它是叫食物链负极说，海洋中的某些藻类可能含有某种神经毒素，这样在鸟类的体内就存在了大量的神经毒素，一旦侵害到鸟类的神经，就会发生鸟类群体的精神变态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教授，咱们现在这种现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？咱们这种现象，恐怕哪种都不属于。郑教授，那您的意思是，以上2种结论都是以候鸟为前提来做研究。它，茶腹虱，是留鸟。这样吧，你们先把样本给我留下，我做完化验之后呢，再下结论。主席不是说吗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就拜托郑教授您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今天就先回去。您一旦有了调查结果啊，请您尽快的告诉我们。好的。小周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得赶快去把这个情况告诉陆凯。走吧。好的，那谢谢您了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给我搜！
混蛋！什么？没人？是的，看样子他们刚刚转移。不愧是野狼，这么快就把人转移了。你们发现什么线索没有？我们仔细翻过了，确实没有发现山口军一的任何痕迹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中了共产党的埋伏。成事不足，野狼，你给我等着！魏远，你跟刘宁去动物研究所了解情况怎么样？啊？我觉得这事儿跟迪克肯定有关系。不是我跟你说话呢。你怎么了？啊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啊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可别吓唬我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哇！病人并发症发作，瞳孔开始放大，赶快送重症监护室。马上打针。怎么样？情况不怎么样。你是病人家属吗？那就马上通知他的家属或者单位。病人病危。病危？不可能！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这里是抢救室，你不能进去。我必须进去，我是他家属。周一涵，我命令你，把眼睛给我睁开。陆凯，562人非常危险，你们一定要找到他。你就不能老实一点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完成任务？病人的病情很不稳定，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。我做好什么最坏的准备？你必须把他给我救活了！你们一定要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他。5620，大夫，如果他是5620中毒，该用什么治疗？硫酸铜和氢氧化镁2样冲洗。好，我就请你用这2样东西给他治疗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试一试啊！冒险，冒险对于我们医生来说，那就是铤而走险，在没有100%确定用药的情况下，没有试这个字儿。冒险也得试。你再干涉我们抢救，我就请你出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必须照我的命令去做。照做？你知道照做的后果吗？在没找到中毒源的情况下，不可能用硫酸铜治病，这样会杀人的。况且病人这种情况下根本支撑不到确定中毒源，一旦病人危险，谁负这个责任？我来负责。我告诉你，我来负责。准备硫酸铜溶液。周雨涵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同志，生死与共的战友。这次攻坚战，
你没有任何理由退缩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和你并肩作战，一起打赢这场硬仗。看来你的停日轴线奏效了。医生，刚刚对不住了。啊，没事。继续观察。楚雨涵，好样的！但是我必须继续命令你，胜不骄败不馁，一鼓作气的挺过来。在我们的字典里面，没有失败这2个字。周局，我请求您给我处分。作为小周同志的上级和直接领导，我这次没能确保他的人身安全，反而让他受了伤，现在还在医院观察治疗。刘宁啊，周雨涵的事，责任不在你，在于我们对凶残狡猾的敌人估计不足。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。而是我们应该想想，怎么样给敌人有力的反击。你坐下。是。刘宁，现在你汇报一下搜查的情况。好的。研究所的郑教授啊，已经向我们提交了他的化验结果，证实我市这次小鸟自杀事件确实是由五硫化二磷中毒所致。怎么回事？而小周同志他的伤口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。鸟类误食，那敌人这是有意的用这种方式攻击呢，还是纯粹的无意巧合？我觉得应该是意外之举。我们通过对全市鸟类的主要栖息地的摸排啊，顺藤摸瓜，找到了那个藏毒的仓库，但是仓库的看门人已经被杀了，所有的五硫化二磷都被转移了。从现场遗留的五硫化二磷粉末来看，它们转移的非常仓促。还是先我们一步啊！看来啊，我们虽然破解了敌人的迷魂阵，但是敌人的警惕性和敏感度也是很高的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就锁定这批五硫化二磷，在全市的各个仓库、工厂还有车站进行摸排，一定要紧跟这条线索，在敌人行动之前截获这批毒药。是。哥，你可不能懈怠啊！看出什么玄机没有？玄机一点都没看出来，我看离眩晕倒是不远了。大哥不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数学天才吗？怎么就被这么道铁门给难住了？啊？是不是在公安局食堂里待得太久了，脑袋生锈了？要不弟弟给你解解？愿闻其详啊！我的想法呢，既然咱们不能强攻，那不如曲径通幽，直接把罗盘连接的引爆装置彻底切断，管它什么狗屁密码呢？拆完了之后，咱们直接引爆大门。你这是兵行险招啊！就算你是拆弹专家，那你胜算的几率也只有50%。一旦失败，后果无法设想。可是关键是咱们不知道这个密码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正好路过，你下去吧。来看看二位。
我就不请自来了。说你一天到晚没事老往我们这跑干什么呀？不知道总指挥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你们排雷有功，我代表上峰特地来慰问二位，希望你们今后再接再厉，攻无不克，尽快打开仓库大门。到时候上峰一定会论功行赏，重重嘉奖二位的。你说什么？重重嘉奖是吧？嗯，我记得谁呀？前两天跟我说国防部的命令是，只要我们兄弟俩完成不了任务，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啊。是有这个话。怎么转眼就变成重重嘉奖了？你们翻脸翻的也忒快了吧？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赏罚分明也是必要的。你们不会连这点也要质疑吧？那行，那我们排雷有功。那你给我们带什么嘉赏啊？3天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想必二位已经想出打开大门的方法了。我们刚要去拆除铁门的自爆装置，结果就被你这位不请自来、光说不练的总指挥给耽误了。唉，那个什么，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咱们现在就前往那儿去试一试啊！毕竟时不我待。还是曹特派员明事理。不过上峰又下达了一个新的命令。曹特派员，这是一次军事行动，明天上午10点，你和陈世明调50人下山，随时待命。到时候我会把具体的时间和地址告诉你。这又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啊？这就不需要你知道了，听命即可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这是一次绝密行动，如果有任何差池，我绝不姑息。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倒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关键是调这么多人马，我一个人说了不算。而且你也知道，今非昔比呀，现在损兵折将的情况很严重。他那个兄弟会，不就莫名其妙被打散了吗？还有，这边的一兵一卒，那在陈将军眼里，那都是宝贝疙瘩。我要是擅自做主，这恐怕……军人如果贪生怕死，那就别当兵。党国也不需要他们这样的窝囊废。老子的兵还用不着你来说3道4。陈将军，陈副指挥，这是拥兵自重，有心抗命喽？妈的，老子还就抗命了！你让老子的兵去送死，等事成之后，你自己跑去领功。天下的好事都让你一人占尽了。陈世明，你是党国的军人，岂能贪生怕死？如果你有心抗命，我就会用军法处置你。哼！作为党国的军人，老子从来没有贪生怕死过。可面对你这样的人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因为，你从来都是把我们当义己，拿我们当炮灰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每一次行动听了你的，就害死我好多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每一次行动，你必须把行动的目的告诉我们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拒绝参加。你放肆！哎呀，不顾党国的大业，就因为一点私人恩怨，就要大打出手。我也只能看看热闹了。人微言轻，等到两败俱伤，惊蛰行动也就不攻自破了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曹特委员说笑了，这打打杀杀我也没什么兴趣。既然上峰不在乎我们这些残兵老将，那我只好和你一起饮酒作乐了。啊？陈世明，你还想再看见张平吗？
谁？你刚刚说谁？